你不要去管，就是这个打击率怎么样，那些是网友在看的东西。OK， 球队不会花500万美金买这些装备，然后只看你的打击率。你要相信你做的真的很棒，我们都有在看。为什么0好0坏跟2好0坏一样87迈的滑球位移怎么样？为什么0好0坏可以很轻松选掉？为什么2好球很容易就是从8号位掉到地板很容易挥空？他就说因为打者把好球在放大。他说既然你都知道这样会挥空，那为什么还要放大？我说因为我不能被裁判拉掉。他说我们从头到尾有跟你说过你们不能被三振吗？很多东西就是你要了解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你的感觉，然后有的时候要跳脱一些棒球人的思维。就像我们讲2好球前后，其实他根本完全没有变啊，觉得你会来一颗坏球会保送，结果来一个红中直球。但这一颗是你这一整场比赛最好打的一颗球，但你却没打。没错，但他明明就也是一样的一颗球。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键盘球探，我是主持人 Danny， 我是主持人阿月。键盘球探运作是完全有赖各位听众朋友的抖内支持，所以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赞助链接，用每个月动餐前给我们小额赞助，让我们能把键盘球探当成我们的全职工作，只为大家做出优质的好节目哦。好，来到了下集，那终于如果大家很期盼了解更多宗哲在美国旅美相关的内容的话，我觉得在这一集我们应该就会完整的跟宗哲聊到在旅美相关的大小事啦。所以上一集聊到最后嘛，聊到2020年虽然已经要出国，结果没有办法如期的在小联盟出赛，但这期开始就真的开始出赛。好，从2021年开始，宗哲就正式在新人联盟的出赛。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你在新人联盟其实就打得很好嘛， OPS 来到了 0.94， 以超级好的一个攻击的数字。那你还记得吗？那一年21年在新人联盟的样子，甚至第一个打席第一个 play， 你还有这样子的印象吗？那表现得这么好，你觉得整季下来，虽然说新人联盟的场次比较少，可能30-40场，你觉得你自己表现得好的原因会是有哪些呢？那时候其实我刚开季几场后有一点点打得不是那么好，不然我就成绩会更好。然后因为前面是延长春训，对，然后我打真的很好很好。第一个打席是全垒打，就是对左投勇士队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点 delay 在开季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被球打到眼睛。在前面也是被我们队内塞一个左投打到眼睛，然后去缝7针。晚1个礼拜后我就拆线，然后2个礼拜后就开始打击了，就开始训练。第3个礼拜我就开始比赛了，然后第一个打席又是左投，然后那时候其实有点慌然后第一颗外角球我其实闪了一下我告诉自己 OK 不能怕，你这样会被你自己给击败，不是投手打到你，那就是打倒你，而是你自己打倒你自己。然后第二颗就是告诉自己哇好好的全力挥，就第二颗又往头来，我吓到，我说我心里就想哇靠，我这怎么打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准备好。然后我就一直告诉你 OK 不行，我现在就是要全力挥，我不能让人家觉得我在害怕。然后第3颗来我就打，那个有一点慢动作的感觉，就是有一点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就突然我就看到球，然后就顺的挥出去。那时候也不知道会不会全垒打，就跑，就突然好像很安静，然后碗就过了，就突然我打全垒打，就是好像等了1-2年了，然后终于第一场正式比赛，然后第2打席打全垒打，所以印象还非常非常非常深刻。很深刻。第2个打席就短打然后就上垒，因为那时候他守旁边，因为那一年我看大谷很常全垒打完接短打，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有这机会做到跟大谷一样的事然后也是短打。宗哲，那你自己觉得说职业第一个赛季进到新人联盟，打击成绩就这么出色，这个有在你预期之内吗？因为毕竟传统上大家会觉得你是靠着手套的选手，但你打击当然也一定还是不错，但新人联盟打出一个 OPS 破9，你自己有预期到可以打得这么好吗？那时候没有，我记得我说了嘛，前几场打完有一点打不太好，那时候是因为因为我一直打 Barrel 被接到，对，我就跟教练聊，然后他就说就是你真的表现得很棒，你不要去管就是这个打击率怎么样，那些是网友在看的东西。OK， 球队不会花500万美金买这些装备，然后
只看你的打击率，你要相信你做的真的很棒，我们都有在看。然后不管是选球、contact、barrel， 然后他跟我讲，我帮你把你的 hard hit，就是打到球的，就 hard hit percentage 算进去。他说你的打击率可能应该会有多少，所以我们都知道你打很好，就 expected 的一个结果。他说你不需要去管那些，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OK， 就是教练很支持我，然后就是原来他们真的就是有看见我的好，不是我觉得我好，但好像大家都不觉得我好那种感觉，反而是他们都觉得你很棒，你比你想象中还棒，你要相信你自己，继续打，然后就每天就这样一直打。季中有一点点觉得我什么时候可以上 Low A 啊，就是开始会有这些想法，但是那教练也有跟我讲，就是如果你上去不能 play every day， 那就很白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需要等待，需要有人生了，有人离开了，你需要 play every day 才很重要。所以就像我们前面聊到的，你发展要从比赛，所以好的选手他可以 play every day，球队重视人可以 play every day，因为他有更多机会去发展自己。我觉得这样的球员发展策略太好了。对啊，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呼应到说，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急着在所有旅美球员有任何好表现的时候，在下面急着要让他升。对，真的就像宗哲讲的一样，他们是希望他可以比赛，有时候他留在这个成绩是为了要让他天天上场比赛。对，我后来刚打完，我发现其实新人联盟要 Low A High 这些都还好，真的就是你表现的好，你强。真的可以让你升，但等你到2A、3A 的时候，那个就不一样，因为大联盟不动，你就没办法动；3A 就没办法动，2A 就不能动。3A、2A 就是有时候大联盟又从外面补人，不拉你，你就是也没办法动。就是我觉得在上到更高层级，真的就不是你打好就一定可以升。有的时候你打不好也还能升。就是真的很难去就是解释这件事情，有很多因素啦，就是真的很商业棒球，确实是这样。就像今年一整年，大家应该都有听他跟的航海日志，也有提到很多，可能宗哲也好，博宇也好，也会看到说，其他队友或者说前队友竟然上去了，转个队就上去了。对，但是可能这位队友在小联盟的时候也并不是特别亮眼的选手，但这个就是没办法，这个就是这个棒球的一个现实了。那跟宗哲聊一下，就是说你在新人联盟第一年的新人球季结束之后，马上就到了这个哥伦比亚打冬季联盟。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动机，或是一个因缘机会去参加到这个冬盟呢？那时候其实结束之后，球季结束之后，他们是我那时候他们其实有让我选择，你要去 Low A 还是去打 U23。OK， 不过这细节我就不多说，是他们去跟棒协有去讨论的一些事，然后就觉得让我去参加 U23。然后完之后。他们有跟我说，就是可能会让你去澳洲打一些比赛，因为疫情，我不知道那一年澳洲好像没打，到后来只打几场。那他们本来是没有打，然后他就问你有没有兴趣去哥伦比亚？就我那时候回台湾隔离完一出来，差不多2天我就收到你想不想去哥伦比亚？马上就又要去哥伦比亚，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哥伦比亚是哪里？然后就是我先看了一下地图，原来离委内瑞拉很近呢。我要去吗？就是我那时候也在想 ，OK， 但我不知道，我就突然觉得算了啦，就衝動一次，怕什么？就直接说好啊，好，打出去之后再来想，我就先答应了，然后再来想办法。那哥伦比亚的生活跟棒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这个真的蛮好奇的。哥伦比亚，老实说，生活环境当然没办法跟台湾、日本、美国这样比嘛。我问教练，他们说他们平均一般人一个月薪资差不多是200美，可能6000块台币之类的。OK， 蛮辛苦的。我刚去大概哭了1个礼拜，就是每天都哭，就是都会莫名的哭，是真的哭，是真的哭。Okay. 因为我第一天，我记得我打4支0，然后就是那一天都很匆忙，就是我第一天到晚上我就 check in 嘛，是公寓，然后一进去突然我就打电话什么的玩，就他们发现我把我的网路已经打完了，
就是他们给的卡扣打机用出来，好像什么2GB 之类的，然后反正我不知道，我想哇怎么办？然后哇你就只能先连 WiFi， 然后断断续续的，然后没有热水嘛，就都只有冷水，然后就突然就想洗澡，但又很冷又很冰啊，就是我也不想洗。我第一天晚上住进去之后，我在那边等热水，等了5分钟。我一开始想要应该比较久，要等到后面发现啊没有了，就没有热水。然后隔一天睡醒，教练带有一个体能教练海盗带我们去吃早餐嘛，吃完反正我就回去整理一下，就要等晚上的比赛，要等去球场，然后反正上计程车到球场，然后就练球，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就突然球裤太大件啦，然后球衣有点小件，然后因为我以为跟美国一样什么都有，但发现什么都没什么有这样子，球裤就只有一件，然后也不是我的 size， 就是皮带拉很紧硬穿，然后就突然觉得我是职业棒球，帽子也有点大，就是反正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职业棒球这样，但是人很专业，就是人是很强的。那时候有 Harold Ramirez， 现在是光芒，然后今年有在那个国民队，然后反正人是很强的。然后那时候第一天比完赛之后，就晚上咯，然后要回去的时候，我比完赛在我记得 locker 前面。我就突然掉泪，然后我就突然很奇怪，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哭嘞？就是怎么突然一直流眼泪？但我那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蛮难过的，那时候就觉得奇怪，怎么一直眼泪停不住，好像我来这里干嘛那种感觉。第二天一样，早上起来都会觉得 OK， 就是 new day 嘛，开心没关系，就是加油。练习完是白天，然后进去换衣服吃东西。然后一出来就会是天暗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一看到天暗，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哭，对。然后我就在那边就是一直忍，我不想哭，就是因为你在大告哭是一件很怪的事情，然后我又忍不太住，然后我们总监就走过来。然后我就是闭眼睛，然后问他说：“哦，你在干嘛？”我就说：“哦，没有，就是冥想一下。”然后他说：“哦 ，OK， 很好。我当总监，我每一场比赛前都要冥想。”他说：“OK。”然后完我就赶快跑去热身，就是想去跑步，因为就比较不会被发现。你自己坐在那里就想东想西嘛。像那时候上英文课，看到英文老师讲第一句话，我就又哭。然后就是反正就是看到谁都会想哭，就会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干嘛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比较挑食，然后有些路边摊比较没那么卫生，然后我那时候想说自己煮，但你光是看眼跟糖你也看不懂，就是西班牙语，就后来会知道啦，但是就是前面就会觉得，前面会觉得你去超市买好像也没那么干净，它有一点像台湾干妈店，然后冰箱就卖一些肉，然后就觉得这真的卫生吗？干净吗？就是，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这样有一点带着一种批评人家那种感觉去看这件事，但后来就会觉得大家不也都是这样吃吗？就是来了你就是要 open your mind， 然后去接受这些东西嘛。然后后面真的，我觉得我打开我的心这样打开之后，真的我自己也比较舒服一点。然后我开始，因为一开始只能煮一些，然后又不太会，就煮蛋配白饭，然后边吃边哭，就觉得怎么只会这样。然后后面就开始看 YouTube 一直学，然后就突然觉得我每天起来，我就是要来做一道新的料理，我就是想要来煮菜，然后我想要多做一点创意料理，然后去比赛又开始慢慢认识队友了，大家都对我很好，然后开始有打好，生活也开始变得有点色彩，然后就觉得 OK， 就是后来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地方，是我打 Winter Ball 最喜欢的国家，就是因为我觉得队友很好，人很热情，就是路边真的是你会感觉到他们真的没有什么钱，但是他们很快乐。OK， 你就觉得这些快乐就是快乐，跟你钱多钱少没有关系。大概这个忧郁的期间维持了多久啊？我大概2-3个礼拜后面才比较 OK，应该说3个礼拜后我 OK 了。OK， 但我觉得因为那里有个教练，他叫 Mandy Lopez，他是改变我很多的一个教练。他后来也是我 lower 教练，他现在在大联盟当教练。他是多米尼加 Winter Ball
的全垒打王记录，直到他现在已经50-60岁，终于被打破了。然后他帮助我很多。他其实那时候在哥伦比亚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我觉得改变我。他说想家很正常。他告诉我他以前的故事，他也曾经为了女朋友，曾经为了什么，然后离开球队，就是不想要参加秋训，他跑回家之类的。但是他觉得后来想想太冲动了。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会想家很正常，尤其这里离你的家很远很远。然后他说，就是你可以哭没关系，但我只要求你做到一件事，比赛的这3至4个小时给我就好，你就专心的打这个3-4个小时的比赛，晚回去你可以继续哭，可以继续想家都没有关系，但就只给我一天，只给我3至4个小时。我突然觉得 OK， 这样很简单，然后后面我才慢慢习惯，然后变成爱上这个国家。OK， 我刚还以为他说你可以哭没关系，但要哭着能打安打。陈冠宇有没有？哦，不是啦，我觉得教练就 Lopez 教练听起来就帮助你很多。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嘛，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你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当那个人出现，他有点教练也好 mentor 也好，他用这样的方式给你一些指引指导，就算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在那个时候的你听起来像是可能是一块浮木。我刚听到会有点惊讶，是因为宗哲打棒球这么久，其实在普门的生活也好，也都是离家，也不会住校嘛，也不会住在家里。那甚至你已经在新人联盟打过一段时间了，竟然到哥伦比亚的冲击这么大，所以其实应该是生活上让你很不适应，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就像我说，没有冷水，马桶没有热水，然后马桶没有坐垫，然后冷气太大声，我都睡在沙发上，就是开门然后睡沙发，然后就有的时候就是自己想太多，就觉得如果我的家人知道我现在过这样，他们应该很难过，然后会想到这个就觉得就是也很难过。后来我觉得是自己选择路，然后什么就是难不难过就是去克服嘛，然后我真的觉得要就是打开你的心去体验很多事情，你才会觉得没有那么难。因为像我都会洗冷水，然后我也没有在球队跟大家一起洗澡，都换衣服回家自己洗。然后后来有一天我觉得我想要把自己当哥伦比亚人，我就跟着队友去洗，我才发现球队浴室有热水。然后你很闹啊！然后我后来每天都去球队的洗澡。你就爱上球队了。对，我以为又要新一轮的宗哲禅语录了，结果是一个谐星的收尾。但是真的就是我后来就是自己去走，就是自己去买菜，我就去那种很高级的蔬菜店，什么店，但是那个高级也没有多贵，因为我就说他们平均薪资没有很高，我就觉得我现在这里是有钱人欸，就是有什么好难过的，就这些人都可以活下去，我有什么好不能活？我就爱买什么菜就买啊，反正我不是说乱花钱，我就买吃的，就买高级一点。然后我后面自己搭计程车出去玩，因为一开始计程车有些没有门，然后或者是不是没有门，就是没有那个握把，然后就是我问司机我要怎么开门，他还伸进去抠一个东西，我门才开，类似这样。然后我后面自己搭计程车去到市中心玩，我就觉得其实很棒。就真的这个又是另一个世界，好像是有钱人的世界，有点像信义区这样，但没有那么高级啊。去之前他们就说巴兰基亚很多美女，出产美女，然后我去我才发现，就是真的那里的女生脸孔真是特别漂亮。就是我如果没有自己踏出这一步，没有搭计程车来，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盛产美女是真的有这么的一个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好酷哦。然后这也是 Shakira 的城市。就是他在这里出生，然后就觉得如果我都没有去尝试走出来，我就不会看到这些。所以我每一次只要尝试做了什么，得到什么，就是我下一次再去尝试的动力跟信心。我就觉得不用怕，就是我又没什么好抢的，我就现金就带张，手机就这样，要抢就抢，也就去吧。但是都没有被抢。我听起来这一次的经验，虽然说一开始很痛苦，但听起来就让现在的你有更多的勇气去做更多的尝试。反正哥伦比亚你都去过了，你都在那边那么惨，当初觉得很惨过了，现在还有什么会惧怕的？有什么不行的？那我还是想延伸问一下啦，因为你隔年小联盟结束以后还是去打了东盟嘛，这次是去波多黎各，所以那这一次的经验也是球团问你要不要去，还是你有了上一次哥伦比亚的经验说我还想去试试看别的地方？
我说我想再打一次东盟，那他们说波多黎各，说好啊就去啊，反正零多尔巴尔的地方去看看，又是另一间，然后比较2、3类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队友来不一定会像哥伦比亚那么热情，可能有自己的工作，就是有自己的事业，他要打好才有合约，有一些压力在，然后比较 individual 那种感觉，那里又是一个投手联盟，就你没办法一直大局，你很难有大家气势的那种凝聚在一起的感觉。然后那一年就是我觉得是对我上2A、3A都有帮助，但环境的话几乎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我都就是去过哥伦比亚了，没什么好怕。对。那接下来就来到23年，我觉得23年对中职来说应该是相当关键的一年嘛，然后就从高阶 EA 开始起步，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鼓励你这2年其实都一直有 promotion， 都打得非常的好。那今年我觉得就在23年今年在23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你的纯长打率来了一个超级大的进展，你的ISO 来到 0.267，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如果大家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感觉，我用今年的中职来做比喻好了。中职你可能不知道，今年在中职最会打长打男人是谁？魔音今年在中职的纯长打率也只有 0.273， 所以你跟魔音在那个联盟是一样等级，你就是那个联盟的魔音，你知道吗？那你是有做了什么样特别的改变吗？为什么在23年这一年迎来一个长打这么大的突破？是机制上，还是攻击的 approach 上，还是其他的面向上做了哪些调整 ？approach 调整蛮多的，因为春训开季前教练就跟我说，他希望我全力挥每一颗球 ，OK， 就是每一颗你要挥的球，你都要全力挥，因为他觉得我有的时候不小心碰掉，这很可惜，就你碰了几乎大几率会出局，是，然后你量好球前碰很可惜，量好球后碰也很可惜，就是如果是坏球，那你就不要碰，你就选掉。如果是好球，你为什么要把它碰掉嘞？就是说，对，好像我刚好碰掉。好，所以你要练习每一颗，你只要挥，就是只有一个 A swing， 没有什么 B C swing， 你就只有一个 A swing 这样而已。然后给我看大谷的影片，就是他真的就是都全力挥，然后觉得既然他都在做了，他都打大联盟，那我有什么理由不做？唯一的理由可能我不是大谷，就这样。但我觉得就有些共通点是一定好的打者都要拥有，是。所以你在这一年开始有一个很不一样的 approach 的改变，其实跟你近期我记得你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件事情嘛，就是该攻击的球这叫攻击，如果没有办法全力挥击的球，就代表它可能是个坏球，或者你打的就是一个可能会有不好结果的球，就算进来了裁判拉掉了，那就也就是这样，3振是一个出局数而已。但是你要保持一直有这么好的攻击企图心跟长打的可能性，才有办法成为一个更好的打者，继续往上升嘛。我觉得越往上打，你要 shrinking 你的 strike zone， 就是你不能看那么大，反而是要抓一边，对，你才有办法挥到你要打的球。如果潜球数跟量好球以后，你自己在设定上会有调整吗？完全不会改变。OK， 太赞，因为量好球前他能丢95码，他量好球后也是只能丢95码，他什么都不会变。好球带格子也是一样，裁判、捕手、投手、距离什么。球种位移什么都一样，唯一变的就是你的心理。但打击一定很难了，如果你要把它加难，那就确实会很难表现好。哇，我觉得真的讲得太好了，我觉得突破了超多可能一般球迷的一些盲点，可能觉得量好球以后，你不能被3振，不能轻易的出局，你要尽量碰到球，延续这个打席的可能性等等的，但你要怎么样去思考是每一个打席做好，而不是只看在这个打席太钻牛角尖，让你反而失去很多长打，或是做更完美的挥击的可能性。那你可能一个短期内的一个打席，或许你缠斗住了，但长期来看，你可能是因小失大。中的这个 approach 的一个指导上，你在 Rookie Ball 的时候有被这样要求吗？还是说是在 Low A， 在 Low A 才有？就有开始，所以其实也还蛮早的。对 ，Low A 那时候有被。因为我有一个教练，他有跟我讲到，就是我有一颗没有全力挥，他问我，你这颗真的你有设定到？我说没有。他说那为什么你要挥？他说因为这颗进来就量好球啦，我觉得更难打。他为什么量好球会很难打？我说因为裁判会拉掉，投手会丢边边角角啊什么的。然后他拿数据给我看，真的有这样做吗？并没有。就投手当然边边角角比较多，但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还是很多球会丢到里面。然后他就问我
为什么0好0坏跟2好0坏一样87迈的滑球位移怎么样？为什么0好0坏可以很轻松选掉？为什么2好球很容易就是从8号位掉的地方很容易挥空？他就说因为打者把好球带放大。他说既然你都知道这样会挥空，那为什么还要放大？他就对，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是因为我说因为我不能被裁判拉掉。他说我们从头到尾有跟你说过你们不能被三振吗？我们是不是都一直说不管你吃几 K 就是你要挥到你要打的位置？我说对，就是他们一直有在跟我们讲这件事。我觉得是教练沟通的方式超棒的，超棒，一个逻辑一个逻辑的推演，让你自己得出他想要的结论。因为那个教练他不是他没打过职业，他大学玩过棒球而已。所以我觉得他可以用一个不是棒球人的思维来告诉你什么是事实，而不是感觉。所以我觉得感觉很重要，但是事实也很重要。没错，他就把数据摊在你面前。其实对啊，除非你看不懂数字，不然你就一翻两瞪眼，就很明确就知道 OK， 原来跟我想象中我感觉的其实不太一样。对啊，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就是我们是要来打好球，安打几率比较高，坏球不打，你保送几率比较高。因为跟守备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能你需要一个感觉，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你要懂游戏规则，你要往那个方向前进。宗哲，我补充问一个东西哈，就是我记得你近期有分享，你在站上去打击区前，你已经有想法，我这个打击就是要打直球，或者我就是要抓他哪一颗变化球去打。我蛮好奇，那你在做这些设定之前，是你有些数据的佐证，告诉你今天可能这个投手什么球种被打击率比较高，还是你今天当场的 feel， 你觉得你更有机会攻击到什么球？你会怎么做这个设定？我的 approach 很简单，我永远都只会抓直球。OK， 然后我会去看他的报告，他的直球会怎么跑，是往上的这种，还是他是有点突性，就是丢那种深卡然后滑球这样子的。我一样都会抓直球，但是我看的点会不一样。如果假设他是一个就是这种投手，就是突性深卡然后滑球这种，对，然后3/4这种邓凯威类型的，对，我可能会看红中高，就是这一个位置，然后就是当你脚踩出去，你是要往这个地方去做准备，而不是踩下去后才看哪里有球来才要不要挥，而是你每一颗都要往这个地方去打，红中高的地方，直到你发现不是，那你就要就是放掉，然后就是像左投的话，我可能就会抓内角高，然后我要想着拉大，然后外角球我可能全部都放掉，所以有些球可能他会丢得很恶心，然后很漂亮，然后打者完全不动，就是觉得怎么可能我丢这么漂亮完全没打？那是因为打者没有要看你那个位置，那颗就算你丢好球，我也没有要打。假设好了，你低的都不打，那他必须要修正。我举例2好0坏，他连投2颗低的很漂亮，但是因为你看的都是高的，所以你2颗你连要挥的感觉都没有要。因为你永远都在看上面，你下面都不看，那这样他2好2坏，他不得已，他觉得他必须要往上修到这一个地方，就是你要打的地方，就是热区，没错，热区一定会增加你的 contact， 一定会增加你的长打，对，然后你这打击打完，你还有2个 good decision， 因为你把2个低的都选掉，所以你的打击分数就会加很多，这不是加打击率，而是加你 contact decision damage， 这些是我们球队在看的东西。OK。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有一个好的 approach 可以帮助你增加这3样的东西，然后这3样东西都跟运气没有关系。今天就算坏球裁判拉掉了 ，OK， 你1K， 但你 decision 加1分 ，OK， 因为这跟运气没有关系，裁判就是运气的一种。我觉得这就是组织的 KPI 设定会决定选手的行为啦。如果组织最终还是在看那些运气导向、运气可以决定的所谓传统数据的话，也就是说这一支是不是安打的话，那你就会养出追求那一些东西的选手。这就是这样子。那棒球的规则就是有3颗好球，你3颗好球找到1颗你喜欢的打。那如果说放大好球带，或甚至有的选手他更激进的，他在浅球数就去执行一个所谓传统2好球的 approach。那等于是说在自己阉割自己仅剩的3次机会，你把自己阉割到剩下2次1次，那当然就不会有好的一个攻击的产出了。那好，那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进，那在这个 A 层级的好表现呢，就让宗哲也升上了 Double A。
那就是来到了大家很熟悉的 Altoona 这个城市。那我们在航海日志也透过 Hagen 的麦克风也一再的有听到宗哲的心声，说在 Altoona 真的很难打。宗哲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你升上 AA 的时候，这个球场的因素，还有可能当然已经进到高阶的层级了，投手一定是更加老练，在这个层级你碰到的一个困难，你有怎么样的一个心得？还有这个球场，我们还是想要再听你一次，你真的觉得真的很难打吗？因为我觉得我就讲今年好了，去年 Altoona 就不讲，我就讲今年。我在 Altoona， 我几乎每一个客场都打一支全垒打，然后主场就打不好。对，然后因为我觉得主场看球还有视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是，然后右外野我咬到也不会过，没咬到更不会过嘛。然后我有的时候去客场，就这些球都会过，到底要怎样挥我才能上去？所以我要现在打好，还是为了未来打好而去打？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挣扎，就总觉得会让人有点伤心的一个地方。完全理解啦。那来到24年，其实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如果你就传统数据上最传统数据打击率来看的话，宗哲似乎是比去年的成绩还要退步。但是如果大家去看一些包括说上垒率，包括说更进阶的一些现代把这种打击的结果去经过加权的，像是 WOBA 或是 WRC Plus， 其实宗哲的成绩，就我们以 WRC Plus 来讲的话，是大幅进步的。因为宗哲在更低的打击率状况下，交出了更高的上垒率。那打者的工作就是要上垒，所以其实宗哲今年的工作是做的是更好的。但是毕竟身为选手，这种所谓的传统的三维上，我相信还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你的心情。那我相信以你对自己的期待，你当然也会希望打出个至少可能 maybe 2.5%或是2.7%、2.8%以上的打击率。那碰到这样的状况，你今年有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吗？当然还是会在意嘛，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成绩就是跟着你嘛。然后，所以我后来其实开过，我觉得也因为有这么大的一个低潮，应该说低潮啊，就是没有表现的那么好。所以我去找到了一个我可能未来可以有好的挥棒。那我们也去探讨为什么这段时间我没办法那么稳定的打出平飞球。因为我在嗨打很好，是因为除了全垒打以外，有很多平飞球，然后一直打到 gap to gap 那种位置。我在想，那2A 球场那么大，我应该要很多3垒安打，但我打不出来，因为我觉得只要球没落地，我就是会被接，就是只要打很深远，它还来不及落地就被接掉，我就打不出3垒安打。我们开了很多次会，然后做了很多调整。第一次的会议有做了，就是每一颗球要像0好3坏、1好3坏这样挥，我宁愿太早也不要太慢。中间有做过了 shrinking the strike zone， 不要就是挥那么大，就是因为这以前讲过，但难免你打不好，你一定会什么忘记，你一定会做不好。第3次有讲到什么样的投手我要看哪里，可能two seam的那种我要看内角、轰中内角高，然后可能外角就放掉。然后如果有直球往上，然后12到6的那种曲球，我一样看高。就是他说你可以挥空，联盟平均 25% 的挥空率，你一样要挥空，你可以挥空，只是挥空在哪很重要。像你看高，那你高的挥空，完全 OK， 完全不在乎。但你今天就不能有低的挥空，你一定要选一个地方挥空，但是是哪里很重要，没有要求到你不能挥棒落空，但是挥空哪里很重要。因为你看哪你就要错哪，你不能看哪然后另一个地方也错，那就变成你没有在 shrinking 的好球带。第4次开会有讲到我的挥棒的我以前一直想着就是要砍下来看平，然后因为我以前蛮倒的，所以我到了去年23年一直想着看平的时候反而很刚好，然后一直想到现在变成真的有点太砍了，矫枉过正了，然后所以变成无法有效打出平飞球。因为像我以前会觉得我挥棒挥这样是很平，然后平的用意是你想要打到更多 contact， 想要打到更多球嘛。但是怎样叫平？应该是要投手从捕手这段时间的线上
这条线才叫平，你要 meet 所以你可能要 barrel 这样子，才叫平，而不是这样才叫平。这样是你身体很平，但没有在球的轨道上。OK， 但这样才有在球的轨道上。OK， 所以那时候调整了 VBA 那个 vertical bat angle， 对，然后还有 attack angle， 就是因为我以前很砍的时候，我打到球的时候，有的时候 barrel。但我会马上往上，然后就变成滚地球，就变成我很常打到球，要么很高，要么很低，然后很低很快啊，每天打那个103迈，然后被内野手拦下来，然后要么就打很高啊，98迈，然后launch angle 40度在墙前被接到，然后就觉得我到底要怎么样才有办法？就这球场又很远，我这样也打不过，我到底要怎么打？然后后来有这个挥棒之后，我打很多95迈。到97迈，然后很多平飞球，然后甚至有时候打不好也会安打，所以他们就说挥棒好的选手会更多鸟安，就像 Luis Arraez， 他其实蛮多鸟安，因为他永远都在对的轨道上，所以即便他没打好，他也会安打，比较高几率安打。OK， 所以我后来觉得，因为我们教练就问我，请问你打 BP 的时候，你有办法打中外全垒打吗？我说很难，但右外我一定打得过。他说：“那你就不是全垒打型打者。如果你要跟人家拼全垒打，那你永远都在劣势，因为人家可能就像你这样切到他就过，但你一定要咬到才能过。那你为什么要带着这个劣势去跟人家比？为什么不要就是变成我是安打型打者？那偶尔当然被你咬到，你还是可以过啊，因为你咬到了啊。你不是说就是变成没有力量，你还是有力量在啊，你咬到会过，只是你方向是变成要打更多地方。”然后更多平飞球，然后我调整了这2个，确实让我打更多平飞球，然后可以用到整个球场，所以我觉得没有前面的这些低潮，就是打不好的样本，我不会去改变这个，没有改变，我可能永远都找不到我未来在大联盟生存的挥棒。我觉得这一段真的太酷了，我无法形容这一段内容的含金量有多高。我简单的讲2个我的小心得。第一个心得是，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理解到球场的一些硬体设备，一些所谓的 bat tracking 的 data， 或是这一些所谓 Statcast 的东西，有多么样可以在数据层面跟实际的层面上帮助到选手。对，中则调整他的 VBA， 调整他的一些比较肩膀的倾角，让他的棒子可以去迎合所谓的来球，可以让他做到。过往我们可能知道说要稍微的 uppercut，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3度空间的一个事情，你不是单纯从平面来分析这件事情，你是从3度空间 bat tracking data 来分析这些事情。我觉得这大家真的要理解，我真的希望我们尽快能跟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从中的刚刚分享，我们可以感觉到所谓美国的教练对于安打型打者的定义跟我们传统定义有多么不一样。他们的安打型打者是每一颗 shrinking 的 strike zone， 然后全力挥击，但是打出平飞球，这样叫做安打型打者，绝对不是在量好球的时候去胡乱碰一些外角滑球，用手腕敲出一些三游穿，这样叫做安打型打者，是在自己的一个最有优势的方向去给予对手破坏。这个是我刚刚得到的一个最大的2个小心得。然后其实还有学到就是你要怎么去看这些数字，因为像我去年增加了 bat speed， 我从60到65迈到现在可以，如果不顾动作可以挥到78迈，超多但是变成是我有点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变全力挥，那就没有用啊。因为我就像我说，你要懂规则，我们不是在比谁挥棒最快，我们比谁能打出更多安打。然后，所以我觉得像做用那个 blast motion， 你可以看到很多数字，但是那 bat speed 可能就不是我需要看的数字，因为它有超多的东西，但我只需要看 VBA， 然后 attack angle， 这2个是我现在要注重的，我就看这2个数字。其他东西可能 bat speed 你可以放在旁边参考，因为也不能太慢，代表那是不是因为这东西导致你挥棒太慢，一定有一些问题，但是它不是第一你要去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有很多 data， 但是你要看什么也很重要，因为不是每一个打者都要看这2个数字，没错，每个人有不一样要加强的点，所以你要了解这些数据，然后去看哪些东西是适合你的，你需要做到哪些。我觉得真的太酷了。那接下来进入到节目的尾声了。那我们简单来跟宗哲聊一下，就是你今天在球季尾巴的时候也升上了 Triple A，
那我们其实有听Hagen稍微聊过，但还是听你亲口讲一下，你觉得在3A碰到的投手的层级，或者说跟队友之间的氛围，或是竞赛的整体的水准，跟 AA 的差异是在哪边？跟队友的话，其实就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因为这些都是你大联盟春训会看到的人嘛。Okay. 然后很多队友，其实大部分队友可能都是上去过了，然后下来也曾经风光过，然后现在在下面，也有可能上上下下就什么人都有。那对手的话也是一样。那有一点像波多黎各 Winter Ball 就是我讲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打者可能真的很专心在打击，守备的话他可能不会那么的 hustle， OK， 只要保持健康，我只要打好，电话来我就可以上去，因为他们知道我上去我不会这样守，我会认真守，我现在只是不想受伤，所以才这样守，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3A 跟2A 的差距，但是你在2A 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会变成你上不去3A，因为他们是已经证明过他们有多哈手在大联盟的时候，所以他现在才敢这样子做，完全理解。最后来延伸一个，因为近期中职有去打东盟，那我觉得东盟的内容也是很多球迷在讨论的话题，就是东盟大家看，中职的打击姿势好像跟23年 WBC 大家国人熟知的动作好像有一点调整。那今天刚好有机会就来直接问一下中职啦。那中职你是有认真做了很大调整，还是这其实在东盟之前就已经有开始改动了？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注重的那2个点嘛，我觉得我只需要做这些，就把这2个点做好。因为我觉得好的打者一定有一些共同点，他在 pretension 的时候，什么时候到 pretension 这个位置，什么时候手要在什么位置，我觉得有一些共同点。所以你那些前面什么的这些就完全不重要，个人风格，这些只是你觉得舒服而去做，然后到最后什么时候该到这些点，这才是好的打者共同点，才是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盟，首先我现在很谢谢他们，真的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去打。就像你在 cage 打，你可能会有一些好习惯也好，坏习惯也好，但你可能不会察觉到，因为 cage 就这样 ，cage 就很小，然后打出去就这样，你可能觉得OK 啊，但是你不知道真的实战的时候，你这些坏习惯会让你的成绩打不好。是，但你要借由比赛，你才可以找到这些我还有什么要修？像我第1个礼拜，我觉得我有点前倾，但我第2个礼拜我就把这修掉了。然后第2个礼拜的问题是我可能就是拉打还不够多，太想要就是有点没有放很开，太想要往前打。但是我觉得到了最后一场就有比较好，最后一场有2个 barrel 偏飞球到左外，但是我其实是有想着要往前打，只是球刚好往那边去，所以我就变这个就是我要的感觉，我是要每一颗都要往前全力挥，然后这支球自然的跑到另一边，这也代表我现在可以用到整个球场。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只打6场，所以我变成我其实感觉越来越好了，可是就结束了，但我也觉得就够了，没关系，现在我已经有一个方向可以继续练。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看内容的话，第1场跟第6场其实差蛮多的，就我真的有越打越好，那这就是我来打这个比赛的目的还有意义在。懂，因为尤其现在这个时间点，对中职来说，可能训练的比重应该是要更重，比赛可能只是比较其次，让你只是做调整，记住你觉得好的感觉，或是继续去找这样子的感觉。那所以这次的成绩的结果可能也不是太重要，你更重视的是你有没有把你要的东西找回来。比如说你自己很看重 VBA 也好，或是这个 attack angle 也好，这些东西如果有持续在你设立的目标的话，你觉得这应该就是有成效的一个比赛内容了。对 ，OK， 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啦，也想要跟宗哲聊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比较好奇，就是宗哲在这几年在小联盟的体系里，整体的软硬体环境，我们就这样讲啊，不管是这种观念、这种软体相关，或是设备、后勤、运科这种训练的体系，你自己觉得跟台湾目前棒球环境最大的差别会在哪里？那以及如果你觉得给一个台湾棒球小小的建议也好，你觉得如果怎么样做，或是哪一个地方改进一下，我们可能会进步得更快呢？我觉得设备、运科这种东西，其实牵扯到很多金钱上的问题。有一些学校就是不是不愿意，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资源嘛。我觉得因为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硬伤害，就是真的不是不愿意。包括职棒也好，你也很难说要他们装到什么样，因为其实我不确定啊。但我看新闻其实就知道，球团可能都是在亏钱，你很难叫他拿出这么多钱在不是球员身上，而是在一个机器上。那他如果不够了解，他也不知道这机器到底可以给球队带来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些很难。但是我觉得像现在有很多除了职棒以外，外面的一些像是私人课程，已经有很多这些东西进来，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蛮明显可以看得到，近几年台湾棒球其实进步蛮多。你就看经典赛或12强好了，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进步蛮多。就是你从以前常常就是可能只能打得好看，打不赢，但到现在真的打得赢，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你就是觉得你没有拍到最好还赢球。但我只是想要说，就是有这些东西进来，其实已经明显看得到有一些就是成果。因为像我毕业之后那几年开始流行做重量，对，不是说流行，就是开始大家有专业知识在做重量，是，所以你看到台湾就是力量的展现，然后加上有运科出现，然后所以其实这两个已经进步很多。那我觉得观念是一个不用花那么大的钱也可以做得到的东西，但是观念这东西我觉得很难说一天要大家学会很多东西。可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要了解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你的感觉，然后有的时候要跳脱一些棒球人的思维，就像我们讲量好球前后，其实他根本完全没有变啊。就0好3坏，你会觉得他跟0好0坏有什么不一样吗？可能就有啦，你觉得你会来一颗坏球会保送，结果来一个红中直球，但这一颗是你这一整场比赛最好打的一颗球，但你却没打。没错，但他明明就也是一样的一颗球。还有守备，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要懂这个棒球游戏的规则，然后往这个方向去，而不是我们以前感觉怎么样，就是怎样接你就应该怎么样。就是你可以看像江坤宇好了，他现在是中职可能最好的内野手嘛，你去看他其实也都是接到球垫步再传，他一定会是这样子做，他不可能漏球然后垫步传一垒。他有蛮多球像是有的时候不规则，他会往前去抢一个弹跳，但为什么要抢？因为他要接到球，他是为了接到球而去抢，他不是为了好传才去抢。他如果为了好传，他可能就不会这样去抢球，他是为了接到球。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他是因为为了要接到球。所以我觉得守备接到球真的是蛮重要的。好啊，那今天还是再次感谢宗哲来到我们节目。我觉得跟宗哲聊了这么多，我觉得或许大家已经知道宗哲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那也知道宗哲是个很努力的人。可是我觉得经过这大概2个小时，我们上下集聊完以后，我彻底的觉得宗哲的思想的成熟程度，或是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好，对于事物的学习、勇于挑战的精神，我觉得这都是能够让一个选手持续成长、不断突破的关键。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挑战自己，你就很难让自己再进步。那如果你胆小了，你畏惧了，那你就很难让自己更进步。所以不管是不畏惧三振也好，不畏惧面对更大的挑战，甚至调整一些动作也好，你持续的努力的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接受新的知识观念，更多的训练，配合着仪器的辅助，有更多科学化的帮忙，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选手。我觉得在这次的访谈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要看得听得很清楚宗哲想带给大家的一些观念，我觉得非常的棒。我觉得我有一个要补充的，就是虽然我后面那个讲有点多，但是我觉得就是选手一定都会犯错，都要犯错，只是要错在对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就是会让选手进步比较快，就跟你刚刚讲的打击区的 approach 一样。对，还有守备也是，你可以漏掉，但是你要因为你想接球然后漏掉，而不是为了想要急着传球而漏掉。我觉得这是不一样，但是你看起来会是一样，但过程就是他的想法是不一样，意义上是完全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要依我从小在台湾这样，我觉得最大的观念可以改变就是要接受选手犯错，但是你要引导他们犯在对的地方，错在对的地方。对，而且这样子后续才有更进步的可能，你才知道这次的错下次要怎么改进，而不是很盲目的去学习跟练一些可能没有办法改善你现在问题的一些点啦。好，那今天节目真的超级精彩，再次感谢宗哲，也非常祝福宗哲除了成为人夫以外，明年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成功的挑战大联盟。我们全台湾的球迷一定都会为你大声的努力加油，希望你可以在大联盟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Danny， 我是陈阿月，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